欢迎收看第639期武器大讲堂。霰弹枪发展到后装填和蹦动式，并应用在战场上面之后，很多人都在想，如何能够让它的操作更加的方便，射速更快和装弹更加的便捷呢？在这个潮流中，设计出首次大量生产应用在战场的堑壕霰弹枪，约翰·勃朗宁无疑是走在前面的设计师。他在设计出堑壕霰弹枪不久之后，就在此基础上面设计出了一款具有半自动能力的霰弹枪，它就是本期的勃朗宁 Auto 5半自动霰弹枪。这款霰弹枪的出现并不是很顺利，在1800年代，武器设计师约翰·摩西·勃朗宁在武器制造公司温切斯特研发并量产出了非常出色的武器。在经过市场检验和升级需求之后，勃朗宁在1898年左右设计了一款具有自动装弹能力的霰弹枪。这种思路在当时是全新的、前所未见的设计。他认为这种设计方案投入市场之后必然将大获成功，因此他计划将这个设计出售或者授权给老牌的武器制造商温切斯特公司。温切斯特公司长期以来购买了不少他的设计，不过对于这个设计方案，温切斯特公司拒绝了勃朗宁对新型霰弹枪的特许权使用费的要求，所以勃朗宁选择将这个方案带到了雷明顿公司进行洽谈合作。虽然雷明顿公司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想和勃朗宁合作，但是刚好在计划会面的那一天，雷明顿公司的总裁哈特利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为此雷明顿拒绝了合作。设计师勃朗宁为了能够完成他的设计，他通过关系将这个方案带到了欧洲比利时的 FN 公司进行展示合作。 FN 公司立马看到这款武器设计方案的潜质，于是签订了 FN 公司拥有这个设计的独家制造权，并全力开始全面的量产。其型号定为勃朗宁 Auto 5霰弹枪，一般简称为勃朗宁 A5 霰弹枪。在多年之后，勃朗宁说服 FN 公司将这款霰弹枪的独家生产权特许给雷明登公司，在美国本土生产。雷明登生产出来的版本被命名为雷明登11型进行销售。全面量产的勃朗宁 A5 霰弹枪整体设计基本上还是保留了不少的蹦动式霰弹枪的结构，根据生产周期有不同的版本，枪管长度从20英寸到32英寸都有，整枪的长度大约为127厘米左右。枪款的不同，整枪的长度也有所不同，重量尺寸为3到3.5千克。枪管设计上采用的是滑膛结构，枪管口径有12号、16号口径和20号3个尺寸。在枪口的上部设计有一个铜珠准心，搭配后部的缺口式罩门进行瞄准。机械瞄具的使用原理和操作模式，我们在武器百科系列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了，这里就不过多讲解了。在枪管的中间部分有一个焊死的环，这个环是该枪的自动操作的重要部件，原位在枪管下方，管是弹仓的外部。设计师设计了一根弹簧套在上面，而枪管上的这个环就套在弹仓外部，跟弹簧联动进行复位。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发现，在发射不同的装药量的弹药时，枪管的后座强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调好之后，发射装药量少的弹药的时候，枪机无法后座到位实现退弹和装弹，而发射装药量过大的时候，就会运动过大，引起枪机损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计师在枪管反冲弹簧前面设计了一个黄铜摩擦环，这个摩擦环一端为钝端，另一端为斜角，与枪管咬合联动。通过调节这个摩擦环来实现枪管后座的力度调整，类似于刹车的结构。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由射手自行调节，以便在所有的负载下正常工作。不得不说，这个设计方案非常的巧妙。具体的调节方式和操作拆卸可以查看官方给的使用说明书，全英文的版本我们已经上传了武器大讲堂微信公众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武器大讲堂微信公众号中回复 A5 说明书获取原版的说明书。其弹仓内可以容纳4发霰弹，在装填的时候还可以让1发上膛安装在弹膛的内部，然后再补充1发到弹仓内部，因此总共可以安装5发霰弹，这也是其名称 A5 中的数字5的由来。当然，在后来的一些警用版本中也有改装成8发弹仓的版本。枪机机构设计上比较简单，大多数的部件都是通过冲压钢材制成，在后续一些民用的版本上面也有换成铝制的部件。其枪机结构包括滑动组件、反冲弹簧、螺栓、撞针、开锁销、撞针固定杆和滑块连接器组成。滑块连接器深入枪托内部，跟枪托内的弹簧联动，在发射的时候，枪管和枪机在反冲过程中保持锁定，并一起压缩反冲弹簧。弹簧包括弹仓上和枪托内的2个。后座到位之后，枪机被螺栓锁定到后部不动，此时枪机与枪管解锁，枪管被弹仓上的枪管反冲弹簧推动向前复位，并将弹壳抛壳。与此同时，将弹仓内的新弹推出上膛，此时枪机锁定螺栓释放，并将枪机复位闭锁，处于待机的状态，这就完成了一次自动装填抛壳上膛的动作。你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它有2套弹簧反冲系统，因此枪机的运作的时候，有一部分后坐力会在枪管的反冲弹簧上面消耗掉，因此能进一步降
降低枪托的后坐力度。这套枪管查行程后座作用自动原理更加的快速便捷，比上期介绍的 M189剑豪枪更加的方便。再加上管式弹仓上的摩擦环会在弹仓上来回滑动，通过调整它就可以适配各种装药量的同口径弹药，看这是非常可靠耐用的半自动系统，也从此开创了更加便捷的自动霰弹枪的时代。其保险机构 V 版机护圈的后方是标准的横栓式设计的枪栓保险，在当时面世之后，这款霰弹枪具有结实耐用、设计速度快、操作简单的特征，因此深受市场的好评。也因为枪机的结构设计，博朗宁 Auto 5半自动霰弹枪还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做驼背。其中的16号霰弹版本因为小巧轻便的体积深得民间的喜爱，所以16号口径的版本也被称为 Sweet 16。在定位为民用市场的博朗宁 Auto 5半自动霰弹枪投入市场之后，因为其拥有积极出色的性能，在不久之后就被军队和警察部队认可，因此各国都开始要求合作生产配置。其中比利时警察配备了国营赫斯塔尔公司生产的博朗宁 A5， 英国军队也装备了博朗宁 A5， 并将它命名为 L32A1霰弹枪。美国各州执法机关则是采用了授权雷明顿生产的雷明顿11型作为防爆用途，甚至后来二战等等战场上面都能大量看到它的身影。因为出色的性能和强大的火力，甚至一度成为黑帮犯罪时的利器。在最混乱的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经常能看到各路劫匪以及黑社会用此枪与警方火拼，尤其是如今各种的电影和游戏中也大量存在，深刻影响着后续自动霰弹枪的发展，堪称是一款性能出色、完成度高、可靠性强的一代利器。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讲堂，找往期内容，我们下期见。